2013年，一部結合了魔術的劫盜片，憑借着華麗的視覺效果以及出其不意的劇情，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然而，隨後推出了第2集，卻因為太過魔法而飽受負評。過了10年，這次的第3集有機會可以扳回一城嗎？大家好，我是正風。大家好，我是小穎。今天我們要聊的電影是《出神入化3》。這部電影主要是在描述查理跟他的朋友們在四騎士消失後，因為崇拜四騎士，所以模仿他們利用魔術劫富濟貧。在一次表演後，騎士丹尼找上了他們，表示天眼下了指令，要他招募查理3人進行任務。這次的目標是維洛妮卡·范德堡手上的家傳新型鑽石。丹尼等人在任務途中與其他的四騎士陸續會合，成功盜走新型鑽石後，他們照着天眼的指示來到了法國南部的城堡，在這邊與塞杜斯會合，並確認了天眼的目標是要他們揭露范德堡家族洗錢的真相。就在此時，維洛妮卡派來了法國警察，查理的朋友朱茵以及骑士傑克還有梅麗被逮捕，塞杜斯也犧牲了。在另外一位騎士路拉的幫助下，他們成功救出了朱茵以及傑克，唯獨梅麗沒能逃出。維洛妮卡要求用鑽石交換梅麗，在查理等人的幫助下，騎士們順利的救出梅麗，也將范德堡家族協助犯罪組織洗錢的真相公諸於世。當初第1集上映的時候，這部片心得其實有的蠻多分歧。主要的點在於，它雖然結合了魔術，但畢竟它是電影，不可能所有的魔術都實際操作，所以難免會出現有些在電影裡面看起來很精彩的東西，但實際上卻是用 CGI 後製出來的。那這樣子的東西稱之為魔術，似乎就有一點空虛。所以大家不滿的點不是有沒有善用這一個元素，而是單純的不爽。既然他號稱用魔術搶劫，那他就應該全程真的是人為的利用手法跟技巧表現一場魔術給你看，而不能用到任何的特效去後製的意思嗎？有不少人是抱持了這樣子的想法，實際上連導演本身也是這樣子想的。所以在電影裡面可以實際上做出來的魔術，他們都是讓演員去真實的表現出來。比方說在第2集偷竊晶片時，每個人的手法就是實際上去練習出來的。當然把牌傳給下一個人這個部分就是 CGI 後製的了。即便他們已經盡力的想要還原那個真實感，但是終究有很多東西不是你想還原就做得出來的，於是就变成了這部片在魔術這個要點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一方面的人會覺得，這部片充滿着視覺效果，看起來很炫酷，但也會有另外一部分人覺得，你嘴巴上說是魔術，結果很多華麗絢爛的地方都是 CGI， 那魔術真的還有意義嗎？而另外一個充滿爭議的點就是在於劇情的反轉。有些人期待是看到四騎士們與國際刑警組織鬥智鬥勇的過程，然而第1集的結尾卻告訴你，其實國際刑警組織裡面的人也是天眼的一份子，這樣就顯得前面在鬥智的地方好像有那麼一些在 gay 掰吧。但以我個人來講，我是屬於可以接受這2個要素的人，即便我知道有些地方一定是 CGI， 但是最少這個過程是精彩的，我得到了足夠的心理跟視覺上的滿足。而劇情反轉的部分我也可以接受，其實這一整個事件都是迪倫所準備出來的魔術，畢竟魔術這東西不就是這樣嗎？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錢。在我們知道迪倫他是天眼組織的人之前，我們都會覺得這整部片非常的精彩，但是一旦把背後的真相講出來，整部片就顯得有那麼一點掉價，這不正是魔術的精髓嗎？所以我個人對於第1集是抱持着很高的評價，最少我會覺得這是一個精彩的爽片。但很可惜的是，在之後推出的第2集就沒有那麼優秀的表現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第2集太過於依賴催眠術這個東西，所有在軌跡上面說不過去，或者是在劇情上面轉不過去的彎，我們都用催眠術來解決，比第1集的 CGI 魔術還要更無聊不止100倍。說到底，第2集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也就只剩下偷晶片那一段了，剩下的還真不記得第2集有什麼很突出的地方。或許也是因為第2集的評價不怎麼樣，於是這個系列之後就沒有續作了。一直到了2025年的今天，我們抱持着再爛也爛不過第2集的心情進場。幸好它沒有讓我們失望，雖然我個人認為它跟第1集還是有一些差距，但整體來講，它是一部在觀看的當下會覺得精彩的電影。我覺得以劫盜片來講是還蠻好看的啦，但反而它在魔術的結合上，我覺得有一點差強人意。它魔術跟竊盜的結合最優秀的地方就是在前面偷鑽石那一整段，我覺得它把魔術的應用、機關的設計跟我們要怎麼把真正的鑽石偷到手這件事情做得很好。但之後可能也因為鑽石的確已經偷到手了，搞得後面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跟魔術有牽扯到的劇情
情好像就少了很多，或者是幾乎快要沒有什麼關係了。在城堡那一段大家的魔術 PK 秀，我甚至有一種感覺好像很久沒有變魔術，我們應該要找一個地方穿插一下魔術表演，不然觀眾會覺得太乾，所以就硬插了那麼一段。老實講，我看了當下覺得還蠻尬的 PK 秀。我認為這部片它有很好的吸取了第二集的教訓，沒有把催眠術當作是萬靈丹，他們很刻意的壓低了催眠術出現的場合，甚至還會好幾次出現催眠失敗的狀況。但是我自己會覺得他們好像有點太矯枉過正了。整部片硬要講的話，我們可以把它分成3個部分：第一次偷取心形鑽石，第二次進去警局將同伴救出來，以及最後結尾的高潮事件。在這3個階段裡面，有實際上運用到魔術的只有第一個階段偷取心形鑽石，以及第2個階段在警察局救人的前半段，後面就幾乎沒有魔術存在的必要了。可是講實在的，就算是以越獄那段來講啊，他也就只是變裝而已。我已經很勉強把它算進去了，就放過他吧。而且更糟糕的是，最後結局的高潮事件，他使用的手法居然跟第2集一模一樣，但他表現出來的大場面卻沒有像第2集時候在整個泰晤士河上面還可以跟大家一起放個跨年煙火慶祝新年到來，就只是場合看起來很小，觀眾看起來也不多，導致很沒有那種最後收尾的高潮感。而且這一集的重點似乎是放在新加入的3個人身上，所以最後的高潮事件其實跟原本的骑士們沒有任何的關係。準備最後高潮事件軌跡的人是新加入的3人組，畢竟是新人，給他們一點發揮空間也是應該的。就只是單純的，真的會讓人有一種5位前輩完全就是過來陪跑。但這樣話說回來，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地方是，因為前面一直表現的查理就是默默的當一個幕後人，不太會有表演的機會，但在最後的時候，他反而成為了整個舞台的焦點。也許這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展現出了作為魔術師的特點吧。整部電影就是他的魔術秀，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在最後的舞台上揭發反派。他為了這一切準備了最優秀的助手，就是5位騎士。這5位魔術助手負責轉移所有人的焦點，讓大家不會把視線放在他身上，這樣他就能安心的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其實關於新加入的3個人，我也覺得他們表現得很不錯，而且每個人都很有特色。但是主角群變得太過龐大了，他們之間的互動，說實在的，彼此之間其實並沒有很強烈的火花。硬要講的話，就只有丹尼跟波斯可之間有比較多的互動，互相針對的互動嗎？其實那樣子比較接近我想要看到的新人跟舊人之間的磨合。畢竟除了波斯可以外的新人，他们融入騎士的速度太快了，少了一點互相學習成長的感覺。因為另外2個人至少在表現上都像是迷弟迷妹一樣啊。就因為是那種態度，所以導致他們之間的互動太過單方面的，沒有展現出衝突感。而且人數變多的情況下，一旦沒有了衝突跟和解的過程，就很難去接受這些人真的有什麼很深厚的羈絆。講到這個很深厚的羈絆，我就不得不提，這個有點爆雷，大家自己拿捏一下。在電影的中間，賽杜斯出場了一下，接着馬上就領了便當。我可以接受舊的角色為了劇情需要，所以犧牲自己這件事情。但是在這部電影結束後，我們都知道整起事件是由查理去安排去設計的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居然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已經犧牲的賽杜斯產生一點點歉意或者是悼念之意。就只有賽杜斯剛死後沒多久那幾分鐘之內，大家還有講到這件事情。查理身為整起事件的幕後黑手，加上親眼目睹賽杜斯死掉的畫面，他沒有對這起事件提起任何的想法或是心得，這我就算了，畢竟他們是新加入的人嘛。但是連舊的5位騎士也都沒有對賽杜斯的犧牲產生一點哀悼的感覺，這讓我有那麼一些不能接受啊。或許是因為劇情節奏進展得太快了，所以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好給大家沉澱去哀悼一個舊人，但是難免會讓人覺得很可惜吧。特別是賽杜斯，他之所以留在那邊攔警察，就是為了幫大家斷後，結果他這個斷後又沒有辦法斷到讓全員都安然退場，畢竟我們有3個人被警察抓了，然後他又中彈了，所以就搞得他這個斷後變得好像很浪費。聽說導演他是還有打算要拍第4集啦，如果第4集賽杜斯沒有復活的話，我一定會對這件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憤怒。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會復活啦，以這一個系列的調性來講，感覺第4集又是後半段的時候再隨便講一點什麼哦，其實那個時候因為什麼原因所以又活下來了，都是很好開脫的。
當然，除非要拍第4集的時候，上帝已經先回老家，那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聊到這裡啊，大家就覺得很疑惑。開頭的時候講說這部片看着當下感覺是很不錯的，甚至可以說是精彩，但為什麼我們卻一直提出他們的缺點呢？我覺得這就是這部片一個厲害的地方吧，它屬於越想越不對勁的那個類型。在看的當下，劇情的轉折加上各式各樣的魔術，一波接着一波的，你是可以感受到像是在看魔術表演時那種興奮期待的心情。每一件事情都會讓你去期待接下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以及到了結局之後真相會是什麼。當你沉浸在這樣子如同波浪一般的過程中時，你是不會去想太多東西的，你只會去想他們接下來要做什麼，然後在發生意外的當下又會開始去期待他們接下來會用什麼方式解決，這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個圈套，到最後整個故事到底會反轉成什麼樣子。興奮期待的心情會充斥着整個觀影過程，所以在看完出來的那個 moment， 如果你曾經被第2集雷過，你甚至會有一種哇，其實看起來還不錯耶，比第2集精彩很多呢，果然第2集真的是太爛了。但是你花一點時間去沉澱去思考故事的內容的時候，就開始觉得好像哪裡不太對勁，這部片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有點不太一樣，怎麼魔術的成分变得有點少。但廣義上我認為它還是一部算好看的電影，如果你不要去那麼計較說它非得要有很多的魔術畫面，比如說以結尾查理幫整部電影做的反轉來講，我覺得是很精彩，在最後一刻告訴大家其實根本這次沒有天眼，一切都是我搞的，全部都是我的計謀，所有人都是我棋盤上的一個棋子。他的反轉表現我認為是好看的，但是這個精彩的代價是你不能去思考任何的邏輯或是合理性。為什麼一群骑士們的粉絲聚集在這裡，然後會為了沒有看過的3人組歡呼，然後明明什麼魔術都沒有看到，他們卻還是興奮的像是打了雞血一樣。那騎士們的粉絲是很好滿足的，即便表演的人不是騎士。整體來講的話，關於這部電影，本來以為在糟糕的第2集後，這個系列已經被雪藏了，但沒有想到突然就有了第3集。看得出來，這次劇組有吸取教訓，把第2集過度依賴催眠術的問題改掉，但可能有些矯枉過正，整部電影的魔術成分變得相當稀薄，沒有像前2集一樣將魔術融入最後的高潮。而作為久違的續集，這次找回了所有飾演騎士的演員，加上新加入了3人組，整個主角團隊變得超級臃腫，導致一些角色有點邊緣化。同時，為了讓故事的主軸可以 focus 在新成員身上，因此救了幾位騎士，在電影收尾時甚至顯得很多餘，讓人有種沒有參與到事件的感覺。只是儘管有這些缺點，整體的觀影體驗還是相當不錯，視覺衝擊以及各種緊張的劇情反轉，在看的當下是能感受到強烈滿足的。那關於這部電影就聊到這邊，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歡迎留言告訴我們，也記得訂閱頻道，追蹤粉絲團跟 IG。那我們下次見，拜拜。